大家好呀，苹果发布会刚刚结束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发布会的重点内容是什么吧。首先最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新款的 iPhone 啊，主要是 iPhone 15跟 iPhone 15 Pro，它们价格分别是799美元跟999美元。相对于去年的价格来说的话是没有变动的。然后另外我们比较重要的看就是iPhone 15 Pro 它是999美元，然后它的内存也来到了128GB。然后另外就是 iPhone 15 Pro Max，然后它的价格来到1199美元，然后介于可能因为闪存的价格下降，今年的起步也是256GB。然后特别的一点的话就是这个 iPhone 15 Pro Max 它是钛合金的这个外壳，但是它机身内部其实是依然是铝合金，它是跟外部用了钛合金的这个结合起来做了一个新的材料。然后另外这个只有这个 iPhone 15 Pro Max 是用了 i17 Pro 的这个新的芯片，之前的话其他的 iPhone 的话是用的 i16。然后这个 i17 Pro 这个芯片呢，对吧？它是3纳米的制程，也是全球唯一一款现在使用3纳米制程的这个移动端的芯片。然后它就是总的来说，它就是性能大幅度提升啊，但是在官方的宣传上，主要是它打游戏很厉害，对吧？至于能做其他更多的事情，其实并没有做过多的介绍。其他主要的其实还是更多的是关于它的影像系统的这个介绍，主要就是今年最主要的这个主摄已经提升到4800万像素，相对于其他的这个安卓旗舰的话是基本上就刚刚是持平，但介于这个现在有苹果是有最新的芯片，有最强大的算力，但是它可以发挥出这个镜头更多的这个能力吧。然后另外中间这个摄像头是全新的，它是首先它支持一个3倍的光学变焦，等焦于77毫米的这个焦段的一个镜头。然后另外它还支持变焦，它可以再变成5倍的光学变焦，而且支持120毫米的这个焦距的这个镜头。这120毫米其实焦距是非常夸张的，相当于之前我们那个大炮可以射非常的远。然后这个镜头也是加入一些新的技术说折射了很多次最后可以取到射到这个 CCD 上。可以就是达到这个效果。另外上面的话就是1200万的这个超广角镜头，然后这个主要是针对于这个微距跟一些就是广角的这个摄影。然后这样总体来看的话，就是这个 iPhone 这3个镜头可以覆盖了非常广的焦段，从微距到120毫米焦段，通过这个算法的模拟，对吧？可以实现各个焦段的这个效果这是非常非常牛逼的这个事情。另外，它还做了额外的事情，就是说它通过它上面的这2个摄像头去做这个空间视频的这个摄影，相当于那种近似于3D 视频吧，但是有点不太一样。这个是功能就是为了提供在那个这个头戴设备上去使用的。之前我们在那个发布会上去看见这个头戴设备，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小朋友吹蜡烛特别的逼真。以后这种视频看样子就可以在这个 iPhone 上去去拍摄了，这是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个事情。最美好的是记忆嘛。然后对吧？然后我们来总体来看一下，对吧？这个新的 iPhone 15 Pro Max， 对吧？支持了很多功能我觉得最重要的，首先就是钛合金的机身，然后另外我们还比较重点，然后新的芯片，然后比较提升的这个摄像头。然后呢，其中有一点我们之前一直比较关注，就是有没有使用这个新的这个充电接口。对，它换了充电接口，然后它是支持 USB 3，然后它的速度的话是10 Gbps 那个接口。然后是相当于雷电3吧，然后它每秒传输的速度是1G，这个对提升还比较明显，但它没有上雷电4，还是有点可惜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小提升，就是这个下面之前那个静音按钮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触控的按钮，而且可以自定义去编程，可以选择不同的功能，这个在安卓上其实早都已经有了。然后其他的话可能目前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继续往下看。然后15 Pro， 然后 iPhone 15的话跟15 Pro。它这个就是两个镜头，然后它有个意思比较特别除了这个镜头提升之外，有个东西提升就是关于这个道路救援，对吧？他说他是使用也是通过卫星当然目前只在美国可以使用，它这个应该还是只是通过文字的，应该还不支持打电话。这可能加这个功能，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对标华为那个手机芯片支持那个卫星芯片这个但是值得去深思其他方面的话提升的话，可能就屏幕常规提升。然后其他东西好像没有太多的变化其实。然后另外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手表对吧？加了一个新的芯片，然后进行常规的升级，屏幕变得更好了。然后这个有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它支持了一个手势操作，就是手指捏2下可以直接去接电话、挂电话或者拍照这些事情。这个事情估计是应该从那个头戴设备那个 Vision Pro 那个设备上就是获得灵感。他说他是用这个
螺旋加速器跟那个血液检测血液流动，你也是比较敏感的。按理说这种螺旋加速器理论就可以做了，它可能为了提升灵敏度，还加了一些其他传感器去做这个检测。OK， 然后在下面再看的话，它的价格就是399啊，跟499啊，然后另外就是这个Watch Ultra 2啊，这个 Ultra 这个系列也提升了，然后提供了一些，然后价格是$799，然后提供了，然后另外又有屏幕得到了升级啊，变得更亮了，然后用上了新的芯片。然后也支持了，就是总的来说，苹果也是说它更环保，然后可以爬更高的山，对吧？这个潜更深的水啊。总的来说，我觉得也是常规升级吧。然后还有一个小事情就是在 iCloud， 对吧？支持了6TB 跟12TB 新的订阅啊。这个有需要，其实 iCloud 是非常，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就是非常稳定可靠的一个语音盘啊，相对于什么百度啊这些东西啊，还是要好非常多的。它这个价格相对还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有需要的人可以去订阅。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点赞、评论、订阅、点亮小铃铛，谢谢大家。